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蓝星观察站，我是观察员小雨。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川普全面关税专题。话不多说，我们进入专题内容。2025年4月2日，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宣布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至少10%的关税。该措施自2025年4月5日起生效。此外，从4月9日起，对某些国家实施更高的对等关税。这些国家被认为拥有显著的贸易顺差或贸易壁垒，例如中国34%、越南46%和欧盟20%等。加拿大和墨西哥因美墨加协定获得豁免，某些特定商品如黄金、铜、药品和半导体也被排除在外。该政策旨在保护美国产业，减少贸易逆差并增强经济主权。但这一政策的宣布引发了全球市场的剧烈波动和广泛担忧。作为个人投资者，理解这一政策的含义对于应对经济变化并把握市场机会至关重要。以下我将从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对部分投资资产的影响3个维度进行分析与解读。主流经济学家和机构普遍认为，川普的全面关税政策的实际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不仅难以实现预期目标，还可能对美国经济造成多方面的负面冲击。以下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就业与制造业、企业盈利与投资信心4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关税政策的实施将显著推高进口商品的成本，这些成本预计会通过供应链传导至下游企业和消费者，从而加剧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赫夫鲍尔的测算，对等关税政策可能使美国通胀率上升约 1.5个百分点。彼得森研究所进一步预测，若关税全面落实，美国消费者每年将额外支出570亿美元，核心 CPI 可能上升 1.52个百分点。此外，耶鲁大学的研究表明，若关税持续，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 在短期内可能上涨 1.7% 至 2.1%， 显示出输入性通胀的显著风险。具体而言，关税对进口商品的直接影响显而易见。例如，对汽车加征 25% 的关税将导致每辆进口车价格上涨数千美元，而对电子产品、服装等消费品的普遍10%关税也将推高零售价格。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指出，这一举措无疑会增加民众的生活成本，尤其是在当前通胀已有所回落但尚未完全稳定的背景下。密歇根大学最新消费者调查显示，长期通胀预期已从2025年2月的 3.5% 飙升至3月的 4.1%， 创1993年以来新高。关税预期是这一跳升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野村证券更悲观的预测，若关税持续，2025年核心 PCE 可能升至 4.7%， 巴克莱则估计为 3.7%， 均远超美联储 2% 的目标。川普政府声称外国供应商将承担关税成本，但现实中这种成本转嫁的可能性有限。以对中国光伏组件加征 25% 关税为例，供应商可能提高报价以分摊损失，但美国企业仍需承担大部分额外费用，最终由消费者买单。这种矛盾的政策逻辑，一方面试图压低物价，另一方面却通过扩大关税范围，如对柬埔寨49%关税，加剧输入性通胀，将使通胀控制变得更加复杂。对于投资者而言，通胀上升可能削弱居民购买力，特别是对大件商品和耐用品的消费意愿，从而对零售和消费品行业构成压力。大规模关税壁垒预计将显著拖累美国经济增长，并增加经济衰退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情景分析指出，若2025年中全球相当大部分贸易受到高关税冲击，美国 GDP 将比基线预测减少约 1%，2026年可能进一步减少 1.3%。中金公司测算，关税可能使美国实际 GDP 增速下降 1.3%， 而耶鲁大学预测下降幅度为 0.6% 至 1%。亚特兰大联储的 GDP Now 实时指标在关税政策宣布后已转为负值，显示经济活动前景迅速恶化，预示着衰退风险的加剧。川普此次关税的幅度和覆盖面远超市场预期。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学家迪恩·贝克将其称为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关税上调，
警告其将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打击。他指出，若主要贸易伙伴如欧盟、中国实施报复性关税，美国出口将受限，制造业和农业等关键行业将面临双重压力。CNN 评论称，川普此举是在升级全球贸易战，可能将美国经济推向痛苦的衰退。华尔街机构已开始下调增长预期，例如彭博社报道称，商业活动因关税不确定性陷入瘫痪，消费者信心动摇，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下行风险。此外，关税可能引发滞胀风险，即经济增长放缓与通胀高企并存。亚特兰大联储预测2025年第一季度 GDP 萎缩 2.5%， 而密歇根大学调查显示的通胀预期升至 4.1%， 表明经济可能陷入困境。这种局面将使美联储的政策选择更加困难，若优先抗击通胀，需维持高利率可能加剧衰退；若降息刺激增长，则可能加剧通胀失控。对于投资者而言，经济增长放缓意味着风险资产如股市的吸引力下降，防御性资产的需求可能上升。关税政策对就业和制造业的影响呈现两面性，但总体净效应偏负面。短期内，保护性关税可能为部分美国产业提供竞争优势，例如对进口汽车加征 25% 关税，可能刺激国内汽车生产，特斯拉等公司已在美加速建厂。然而，现代制造业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成本的上升将削弱整体竞争力。以半导体为例，台积电虽在美国建厂，但其亚利桑那工厂仍需从台湾进口光刻胶等关键材料，关税将增加生产成本，难以实现全面回流。就业数据也显示出韧性与风险并存。2025年3月 ，ADP 新增就业 15.5 万，出请失业金人数维持在 21.9 万低位，但职位空缺率从 4.7% 降至 4.5%。制造业 PMI 就业分项跌至 44.7， 表明企业招聘意愿降温。高盛预测，若关税导致供应链中断加剧，失业率可能在2025年底升至 4.5%， 2026年达 4.6%。此外，2月联邦政府裁员 2.2 万，显示制造业已现疲态。下游行业如零售和汽车装配因利润受压，可能进一步裁员，而出口型企业如农业、波音将因贸易伙伴报复而失去市场，威胁更多就业岗位。历史经验表明，全面贸易战往往得不偿失。上世纪30年代的全球关税大战导致美国失业率飙升至 30% 以上。虽当今经济结构不同，但过度关税仍可能重蹈覆辙。李德森研究所指出，川普第一任期内制造业就业增长率仅 1.2%， 远低于服务业，且钢铁业回流因环保成本高企而停滞。投资者需关注4月非农就业报告，若失业率突破 4.5%， 可能触发市场对衰退的更大担忧。关税冲击将直接压缩企业利润率，并动摇投资信心。进口原料、零部件和消费品成本上升，对跨国公司影响尤为严重。2025年4月3日，政策宣布当日，美股3大股指创近5年最大单日跌幅，标普500指数下跌 4.84%至 5396.52 点，纳斯达克100期货一度重挫超 4%， 费城半导体指数暴跌 9.88%。科技巨头如苹果负 9% 和特斯拉负 5%， 因供应链依赖性强而首当其冲，市场恐慌指数 VIX 飙升，投资者抛售风险资产，转向现金或避险资产。企业盈利前景因关税而恶化。以汽车行业为例，25%的关税将推高生产成本，而消费电子和零售行业也将面临利润挤压。野村证券分析指出，若关税导致进口锐减 50%， 供应链重构成本将进一步侵蚀企业利润。2025年第一季度，科技板块盈利预期已普遍下调，特斯拉跌 36%和英伟达跌 19% 等前期领涨股面临戴维斯双杀风险，盈利增速若无法匹配高估值，抛压将加剧，投资信心同样受到打击。彭博社报道称，关税不确定性使企业推迟资本支出，跨国公司可能通过分散生产基地，如苹果转移至印度应对风险，但这需要时间和资金，短期内难以缓解盈利压力。
市场情绪恶化可能导致资金流向防御性板块，如医疗保健、公用事业，而风险资产的吸引力下降。投资者需谨慎评估企业财报中成本转嫁能力和库存管理的表述，以识别潜在的投资风险和机会。总结来说，川普的全面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的潜在影响复杂且多面。短期内，通胀压力将加剧消费者负担，经济增长放缓和衰退风险上升可能削弱市场信心，就业和制造业虽可能获得局部提振，但整体竞争力下降和报复性措施将抵消收益，企业盈利受压和投资信心动摇，进一步加剧经济不确定性。长期来看，政策诱发的滞胀风险可能迫使美联储在控制通胀与防止硬着陆之间艰难抉择，经济前景充满挑战。投资者需密切关注通胀数据，如核心 PCE、就业指标如非农报告及企业财报，以动态调整投资策略。川普全面关税政策不仅冲击美国经济，还通过全球供应链的传导机制，对国际贸易、产业布局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以下从供应链碎片化、商品价格波动、金融市场调整及全球经济体系4个方面分析其具体效应。川普的关税政策将加速全球供应链的碎片化和区域化趋势。该政策将迫使企业提高供应链弹性，从过去的低成本优先转向抗风险优先。这一转变源于关税壁垒对现有全球化分工的破坏。例如，对中国商品加征34%关税，促使企业加速将生产从中国转移至加拿大、墨西哥等国，以规避成本上升。然而，中国在基础设施、产业集群和工程师红利上的优势难以替代，如苹果在越南工厂因良品率下降30%，被迫放缓产能转移，显示供应链重构的复杂性。各国可能通过深化区域贸易协定应对美国的高关税壁垒。亚太地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预计将进一步巩固。RCEP 框架下贸易额已增长18%，为成员国提供缓冲美国关税影响的替代市场。欧盟和日本可能加强内部供应链整合，而北美企业则倾向于向墨西哥采购。但美国对墨西哥的潜在关税威胁使区域化效率提升受限，供应链成本预计上升15%至20%。这种区域化替代全球化的趋势将导致全球供应链从单一高效网络分裂为多个较封闭的区域体系，增加企业运营的不确定性和冗余成本。关税政策对全球商品价格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可能引发波动并外溢通胀压力。一方面，被美国加征关税的国家，如中国、越南，可能将过剩商品转向其他市场，增加全球供应，短期内压低某些商品的国际价格。政策公布后，国际油价跳水，布伦特原油和 WTI 原油收跌超1%，反映市场对全球需求走弱的担忧。另一方面，美国对进口商品课税推高供应链成本，供应商可能提高离岸价格以分摊损失，从而抬升全球商品价格基准。中金公司测算，美国 PCE 通胀可能因此上升1.9个百分点。这种输入性通胀可能通过贸易渠道向其他国家传导。贵金属市场也受到显著影响。黄金在4月3日因避险需求达到3167.62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点，但随后因关税豁免和获利了结，回落至3093.10美元每盎司。白银则因工业需求受挫，尤其是对中国光伏组件25%关税的冲击，下跌近8%。全球范围内，若各国实施报复性关税，可能出现成本推动型通胀与需求疲软并存的滞胀局面。经济学家埃里安警告，全球关税战导致滞胀的可能性高达50%，各国央行将面临控制物价与刺激增长的两难选择。投资者需关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尤其是能源和工业金属的供需动态，以评估通胀外溢的广度和深度。关税政策引发的供应链动荡迅速反映在金融市场上。2025年4月3日，全球股市普遍下跌，美国标普500指数跌4.84%至5396.52点，纳斯达克100期货一度重挫超4%，亚洲和欧洲市场同样走低，避险情绪主导市场。科技和汽车制造等供应链全球化行业受冲击最大，苹果和特斯拉股价
分别下跌9%和5%，费城半导体指数暴跌9.88%。投资者重新评估贸易相关风险资产的价值，导致资金从风险资产流向黄金和美国国债等避险资产。10年期美债收益率降至4.06%。企业战略的调整将是更深远的影响。跨国公司可能通过增加供应链冗余，如在多国设立备选供应商、扩大库存储备或并购海外企业，实现本地化生产，应对关税风险。苹果已将部分产能转移至印度，新关税可能进一步推动其分散生产基地。特斯拉和台积电也在美国加速建厂，但关键零部件仍依赖亚洲供应，短期内难以完全回岸。这种战略转向虽提升了抗风险能力，却牺牲了效率，增加了运营成本。若关税持续，美国进口可能锐减50%，迫使企业重新审视外包模式，供应链从全球化向多元化演变。川普关税政策的连锁反应将削弱全球贸易量和投资信心，威胁多边贸易体系的稳定。IMF 预测，若2025年中高关税冲击相当大部分全球贸易，2025年全球经济产出将较基线减少0.8%，2026年减少1.3%，影响约1/4的全球商品贸易。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型产业首当其冲，发达国家消费者和企业亦受波及。彼得森研究所测算，美国消费者每年将增加570亿美元支出，凸显贸易战的广泛成本。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公然违背 WTO 最惠国待遇原则和争端解决机制，160余国已联合申诉。若主要经济体效仿，美国主导的多边体系可能瘫痪，区域和双边框架将取而代之。欧盟可能通过反胁迫工具对美科技巨头征税，中国反制清单涵盖农产品和能源，削弱美国影响力。全球供应链或形成两极化格局，一极是以美国为中心的高关税圈，另一极是倾向自由贸易的国家集团，如 RCEP 成员。这种转变是对全球化的重大倒退，可能持续影响未来数年。中国商务部警告，此举危及全球经济发展和产业供应链稳定，呼吁通过对话化解冲突。总结来说，川普的全面关税政策将深刻重塑全球供应链，短期内引发碎片化、价格波动和市场动荡，长期则可能导致区域化加剧和多边体系瓦解。供应链从高效全球化转向高成本区域化，企业面临战略调整压力，商品价格波动和通胀外溢加剧全球经济不确定性，金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资金流向发生结构性变化，多边贸易体系受损，全球化进程倒退。投资者需关注各国反制措施、供应链重构进度及央行政策响应，以应对这一地震式变革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川普于2025年4月2日宣布的全面关税政策，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至少10%的最低基准关税，并对特定国家施加更高税率，如中国34%、越南46%，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这一政策不仅改变了贸易格局，还对关键投资资产美股、黄金、美国国债和白银产生了显著影响。以下从短期反应、中期趋势和长期价值出发，逐一分析其影响。关税政策公布后，美股市场迅速承压。2025年4月3日，标普500指数下跌4.84%，从5670.97点收于5396.52点，创近5年最大单日跌幅。纳斯达克100期货一度重挫超4%，费城半导体指数暴跌9.88%。科技巨头如苹果负9%和特斯拉负5%，因供应链依赖性强而首当其冲，反映出市场对关税推高成本和利润挤压的担忧。市场恐慌指数 VIX 飙升，资金从风险资产流向现金和避险资产，短期情绪极度不稳定。中期来看，美股可能面临滞胀风险的持续定价。中金公司测算，关税或使美国实际 GDP 增速下降1.3%，耶鲁大学预测下降0.6%至1%，叠加通胀预期升温，核心 PCE 或升至4.7%，高利率环境可能延续至2026年，压制估值修复空间。
然而，高盛预测标普500 2025年底仍可达6500点，基于11%盈利增长和2.5% GDP 增长，显示基本面韧性。AI 相关企业如英伟达、Meta 因算力需求旺盛可能抗跌，而消费电子和工业制造板块苹果、波音因关税敏感性高将继续承压。长期而言，美股的增长动力依赖 AI 技术进步和企业适应能力。2025年 AI 代理市场预计增至471亿美元，智能体和具身智能的落地将推动科技股反弹。半导体英伟达、台积电和云计算亚马逊、AWS、微软、Azure 仍是核心驱动力，但关税引发的供应链重构可能拖累部分行业，如汽车、零售的盈利复苏。美股短期应该减少科技股配置，观望4月12日之后的财报季指引，关注成本转嫁能力强的企业，如沃尔玛。从中长期看，配置防御性板块，如医疗保健、公用事业，关注 AI 算力龙头，如英伟达的回调买入机会，持有具备技术壁垒和生态优势的科技巨头，如微软、谷歌，分散关税风险。关税政策公布后，黄金价格剧烈波动。COMEX 黄金4月3日因避险需求突破3167.62美元每盎司创历史高点，但4月4日回落至3093.10美元每盎司，跌幅约2.3%。这一回落源于关税豁免清单中金条被豁免，导致溢价崩盘，从62美元每盎司降至10美元每盎司，叠加美股暴跌引发的流动性压力，部分投资者抛售黄金以弥补保证金缺口。中期内，黄金价格可能在通胀预期和政策博弈中震荡上行。耶鲁大学预测关税将推升 PCE 通胀1.7%至2.1%，野村证券更悲观，预计核心 PCE 达4.7%，滞胀风险强化黄金的通胀对冲价值。Long Forecast 预测4月底黄金达3488美元每盎司，年底或升至3749美元每盎司。然而，若按照摩根士丹利预计，美联储因通胀粘性推迟降息至2026年3月，实际利率下行受阻，可能限制黄金涨幅。长期看，黄金的避险属性依然稳固。2024年，全球央行净购金量达1200吨，地缘政治紧张和贸易战不确定性将持续支撑需求。金价波动率约15%，调整期为买入良机，适合逢低买入黄金 ETF。关税政策引发避险需求激增，美国国债收益率快速下行，10年期美债收益率4月3日下跌10个基点至 4.06%， 创年初新低，反映经济数据疲软、零售销售、制造业 PMI 萎缩和衰退预期的双重驱动。资金涌入美债，价格短期上涨明显。中长期内，美债收益率可能在通胀与衰退预期的矛盾中波动。联邦储备系统预计2025年降息2次，共50基点，高盛预测3次，但关税引发的通胀压力核心 PCE 或超4%，可能迫使美联储维持高利率4.25%至4.5%至2025年 Q3。亚特兰大联储预测 Q1 GDP 萎缩2.5%，若衰退迹象加剧，收益率或进一步下探至3.8%，价格上涨有一定潜力，是分散风险的有效工具。白银价格在关税政策后大幅下挫 ，COMEX 白银4月3日跌近8%，金银比飙升至90:1，伦敦金3110美元每盎司 ，vs 白银32.05美元每盎司。对中国光伏组件加征25%关税，直接冲击光伏银浆需求，占白银消费45%，叠加库存激增，美国白银库存3月以来增32%，实物交割压力引发抛售。中期内，白银受工业属性压制，但估值修复潜力显现。Crux Investor 预测，太阳能和电动车需求2030年将推高银耗至25亿盎司，供需缺口扩大。Long Forecast 预计4月底白银达35.66美元每盎司，年底或升至41.59美元每盎司。若全球经济触底或新能源需求复苏，白银弹性或超黄金。然而，关税引发的制造业萎缩可能延缓反弹。长期看，白银兼具工业和避险属性，金银比偏高，历史均值60至70，表明当前被低估。
降息周期，金银比通常修正，如2011年降至30，白银达49美元每盎司，可继续观察，并在市场整体企稳后逢低布局白银 ETF， 如 SLV 或相关股票如 First Majestic， 要关注金银比回落至80以下的买入点。新能源趋势将持续推升需求，投资潜力显著。川普的全面关税政策对关键投资资产的影响呈现短期剧烈波动、中期趋势分化、长期价值重估的特征。美股短期承压，但 AI 驱动长期潜力仍在。黄金短期震荡，但避险价值稳固。美债短期受益于避险需求，中长期受通胀制约。白银短期受工业需求冲击，长期弹性可期。投资者需密切跟踪通胀指标、就业数据和企业财报，灵活应对关税政策引发的市场波动，同时抓住结构性机会，优化回报。好的，关于全面关税的影响就分析到这里，一家之言难免疏漏，所有观点仅供大家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是一场修行之旅，面对剧烈起伏的市场与复杂的全球格局变动，让我们守好内心的安宁，静观世界的巨变。最后，不要忘了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